寒冬咳嗽很常见，选择饮食是重点。咳嗽吃鸡竟会加重病情，引发哮喘，是真的吗？我听说感冒的时候吃鸡肉好像有什么危险，就我看网上说的还挺可怕的。岁数一大，视力老花难避免。然而你的花镜真的合格吗？不验光的花镜反而会加重老花，你相信吗？这个老花镜得验光，验什么光？老花镜还用验光吗？又不是近。它是有度数的。冬季冰深雪滑，调查员雪地实测啥样的鞋子最防滑？鞋底越软越防滑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我觉着软一点的吧，可能会比较轻巧吧。应该是硬的吧，可能到时候抓地面积可能要大一点。今晚21点55分，生活大调查给您准确答案。等会儿，干嘛？捣乱！起来！等一会儿，任冰同学，生命诚可贵，何必扎自己呢？你别捣乱了，我再给自己治病好不好？人民，你一定行，这次一定蒙对了这个穴位。乐乐，你干嘛？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大不了从头再来嘛。你干嘛要扎自己啊？我在给自己针灸，你没看出来吗？区别针做了一个针，我给自己针灸嘛。你等会儿，你怎么好多人要针灸了呢？乐乐，你不知道，最近又感冒，鼻子不通气儿，还咳嗽，特别难受。今天早上我上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穴位图，根据他的指示，我已经扎通气儿了我的鼻子，现在就剩下这个嗓子了，咳嗽。好了，现在任冰是最棒的，他说就在这儿。任冰，你是最棒的呀！棒什么棒呀？乐乐，你有完吗？你这要扎死你自己啊！你这针消毒了吗？你就针灸，区别这儿这么一弯就针灸，不靠谱啊！你干嘛？你能不能爱护一下你自己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感冒那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乐乐太不舒服了，我现在吃东西我都吃不好。你这2天馋那个我呀，我准备一会儿我万一蒙准了，我一下把我这个咳嗽也治好了，那我就点个黄焖鸡，我庆祝一下，我太值得庆贺了。这感冒，你都咳嗽成这个样子了，都咳嗽糊涂了，你还敢吃鸡肉啊？乐乐，你鸡肉是有营养的，补充点营养。干嘛？你想害死我呀？什么害死你啊？你不让我补充营养吗？就这，你还自己扎自己穴位呢？有木有点医学常识呀？什么意思啊？咳嗽吃鸡，华佗难医。近日平日里爱刷手机的小刘向我们生活大调查发来了疑问，说自己在饮食上遇见了困惑。原来小刘跟不少人一样，在冷空气的侵袭下患上了感冒。要说感冒是冬季的常见疾病了，为何小刘却在饮食上犯难了呢？我现在主要症状就感觉老是咳嗽，而且嗓子很难受，感觉一咳嗽的时候里边还有痰，就有时候缓不过劲儿来。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节目就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吃鸡肉了呀？原来办公室小刘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在一些文章中看到咳嗽吃鸡神仙难医，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治疗咳嗽的案例中，有多例因吃鸡肉病情加重的，最终导致咳嗽加重，甚至转成哮喘。那这样的说法究竟对吗？我听说感冒的时候吃鸡肉好像有什么危险，就我看网上说的还挺可怕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所以就想咨询一下咱们专家，感冒了不能吃鸡肉，这个说法靠谱吗？其实生活中像小刘这样因咳嗽不敢吃鸡肉的人大有人在。调查员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网友存在此类的饮食疑问。一篇咳嗽能吃鸡肉吗？文章里称咳嗽是不能吃鸡肉的，感冒咳嗽后不能吃高蛋白食品。一般来说，感冒后患者的肠胃功能下降，不容易消化和吸收脂肪，大量的油脂分泌食管和咽喉部位，也不利于分泌物排出。因为中医上讲鱼生火，肉生痰，所以不能够吃鸡肉。而且不仅如此，号称滋补佳品的鸡汤也是不能喝的。事实真的如此吗？生活大调查特约专家宋汝成，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中医保健科主任。传统的分类呢，一般呢就是风寒咳嗽、风热咳嗽、痰热咳嗽。你像风寒呢，大家知道，顾名思义，感受的就是这表症风寒，就是冬天寒风一吹，感受了风寒之气了，然后把内里的邪气给淤住了，寒性收引嘛，然后它这种咳嗽，一般呢没有说燥热的表现，都是怕冷，
就是身体啦怕冷啦恶寒啦等等，这是一种。风热呢，大家知道就是燥热、口干，然后他嗓子呢，你看了发红就是风热。再就是什么呢？再就说是痰热。痰热性什么特点？痰热就是说咳出痰是黄色的，我们一般都白色的痰，尤其是痰热型的。一般肌肉呢，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性质属于一个属于甘味的，我们甘甜之味的就是说有补的作用。再说什么呢？肌肉呢，就是能飞的，一般的大部分都属于热性的，干热干性的东西容易产生什么？生痰湿，它像大多数的肉一样，叫肉生痰，老百姓这句话。然后呢，就说是热性的，热性的呢，肯定大家明白，如果说风热、痰热本身有一个热字在里头，那肯定有热邪在里头。如果你再吃这种热性的肉类，尤其鸡肉，那可能加重它这个风热或者痰热的这种症状相当于是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专家告诉我们，对于风寒咳嗽、风热咳嗽还是痰湿咳嗽这几种咳嗽分类而言，如果吃过多的鸡肉鸡汤，不但不利于痰的运化，反而有利于痰的生成，所以不建议食用鸡肉鸡汤。但是还有一种咳嗽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是这种咳嗽，还真得吃一些鸡肉。这不，网上就有文章表示鸡汤作用大，喝对了其实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对身体也好，是防感冒呗。这个老人说有好处，反正喝呗。应该有吧？应该有。预防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就是预防感冒。预防感冒应该预防不了吧？这个还真不太懂，没听说过。补水是有作用的，其他的没什么。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对吧？反正是我觉得鸡汤很不错。因为家里老人有时候冬天就偶尔熬个鸡汤，预防感冒应该是有点。果然，不管是鸡肉还是鸡汤，大家呀都还是非常喜欢的。不过这感冒来袭，咳嗽不止时，这鸡还能吃吗？中医所说的咳嗽吃鸡，华佗难医的说法有可信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咨询了专家，并不说是所有类型的咳嗽呢都不适合吃鸡肉比如说呢，刚刚讲的实症的比如风寒。适当的可以。另外，我刚才还说，另外其他几种有肺虚的、气短无力的这种慢性状态，肾虚的脾虚的这些呢适当的吃点鸡肉呢，还有一定的补益作用，改善它的肺虚、肾虚、脾虚的作用。像风寒、风热和痰热肯定不适合，但是像风寒呢，属于哪种类型？大家知道风寒它没有热象，一个风一个寒。是吧？像这种痰呢都比较清晰，或者痰也不是很多，有寒冷的感觉。那正好鸡肉呢稍微有点温性的有时候你要感受风寒这种咳嗽的时候，有时可以熬点鸡汤，趁热把这寒邪一下子把它发出来，有可能有助于改善这个风寒这种感冒。但是风寒感冒当中，如果原先就有痰热的、痰湿的就比如说这舌苔很厚了，这种人大便不清爽了，平常就老是有个听着喉咙里有痰的，那这种鸡汤或者鸡肉呢也不适合吃多，因为鸡肉我说除了热之外，它性味还有个甘味，甘味呢生痰湿这种痰少的风寒可以考虑吃点鸡肉。鸡肉温中补脾、益气养血，是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在久病体虚时食用，有助于身体的恢复。也就是说，当咳嗽有痰的时候，确实不要吃鸡，会更容易生痰。但如果咳嗽痰少，甚至是没有痰，这个时候就要吃鸡。都说无鸡不成席，自古以来鸡都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硬菜。有这样的一个谚语，逢九一只鸡，来年好身体，说的是冬季人体对能量和营养的需求比较多，经常吃鸡不仅可以抵御寒冷，还能为来年的健康打下基础。回来了，儿子。肚子
我手脚冰凉。哎呀，你看看带的这个凉风啊！你说做的啥？我给他都做好饭了，快做什么？热乎乎的。哎呀，妈的，你还吃什么？今天我给你煲的鸡汤。又是鸡汤啊！这吃了多少天了咱？它不一样，前天咱吃的炸鸡，昨天咱吃的炒鸡，今天我给你炖的鸡汤。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鸡什么最有营养，就是炖的最有营养了。没什么区别，那都是鸡嘛。哎呀，你看我里边给你放的东西可全了。哎呀，天天吃这些，我现在打嗝都有鸡味儿。你说，哎呀妈，实在不想喝了，你这都是鸡。你喝吧，你没看你进来，你手脚都冰凉的，这就是你身体不好，气血虚。多喝点鸡汤对身体有好处。哎呀，老话说嘞，逢酒一知己，来年有个好身体，你到时候你身体就好了。哎呀，行，妈，我喝，听得我头都疼了。哎呦，太腻了，妈这。我跟你说了，我把这个吃鸡肉的这个好处都发到你手机上了，你在人家边吃边看啊，我再去给你盛去。行，知道了，妈。冬天喝鸡汤真的能有这么多好处吗？大家都喜欢在冬天喝鸡汤。那鸡汤呢，实际上，鸡肉它是温性的，那喝鸡汤呢有很好的温补的作用。鸡肉里边呢，确实是含有一些具有滋补活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里边有游离的氨基酸啊，有小分子肽啊，还有牛磺酸啊，这些物质都含量都很丰富。它们组合在一起呢，既能保证鸡肉的鲜美的味道，还能保证它有丰富的营养。除此之外，游离的氨基酸、小分子肽是不需要肠道经过消化，是可以直接的经肠黏膜上皮细胞吸收入血的，这一点是其他肉制品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我们炖鸡汤的时候，鸡肉里边的游离氨基酸、小分子肽这些物质都是水溶性的，它可以直接进入汤汁里边。我们人喝了鸡汤以后呢，可以直接吸收。对于一些病人或者刚做完手术的人，还有自身消化能力差，这个时候喝鸡汤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不用经过消化，就可以直接吸收到我们体内，就能起到快速滋补的作用。冬至是北半球冬季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是一年中最寒冷时节的开始。冬至一到就禁酒了，也就是到了一年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逢酒吃鸡就能滋补身体，更为来年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有冬季进补，来年打虎一说。逢酒吃鸡有讲究，鸡肉搭配不同食材，可是有不同滋补功效。就比如黄芪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补肺气、脾气和肾气的一个中药，黄芪和鸡肉一起食用，能够二者相互促进，起到更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然而并非一定要加黄芪，鸡汤中到底加什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生姜可以缓解感冒，提高人体免疫力。加入枸杞有助于人体阳气生长，抵抗严寒。加入党参可以治疗脾肺虚弱、气短心悸，增强造血功能，对胃寒体质有改善作用。不靠谱吧？不靠谱吧？还难医吗？但是把针给我捡回来。你先等会儿。怎么了？但是你想想啊，你咳嗽的时候有痰吗？有痰，对吧？有痰。至少当你有痰的时候，还是少吃鸡肉的。从这个角度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正确？乐乐，你说我最近这个不顺怎么了？感冒了，想吃点好吃的，我吃不着。我呢给人买了个礼物，人家呢埋怨我诸事不顺。给别人还买礼物啦？可不。那您这是买了什么样的礼物？还没人要啊？你看看吧。哎呦，哦呦，这是什么造型啊？这是要干嘛呀，妈？啊？咱们年轻了吧？年轻了，是吧？我感觉你变样了呢嘛？这么变样了？不是化妆这种变样，是感觉你好像你眼镜呢？眼镜人家说戴眼镜不行显老，所以说我不戴了。它不是显不显老的问题吗？你花眼，你多不安全，你戴上眼镜放哪儿去了？你得戴上啊。我给收起来。收起来，嫌不好看吧？这不巧吗？
他说，给你买了个装饰性特别好，戴上特别好看的花镜，比你原来那个好看多了。你看，你化完妆再戴上这个更美了。哎，最流行的。嘿，精神可以吗？感觉怎么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看这颜值，是不是啊？挺好，高兴吗？高兴。哎呀，10块钱就给我买。那模糊看不清。怎么还有点模糊？正好嘛，老花眼正好嘛。哎，你在哪买眼镜？这不地摊上。那能行啊？这个老花镜得验光。验什么光？老花镜还用验光吗？又不是近视。它是有度数的，你看验。我说怎么看不清东西？你这样让我怎么出门啊？那也不晕乎乎的。你快摘下来，快摘下来！这老花镜还得验光。乐乐，你评评理。你看我妈真有意思，哎，说老花镜还得去验光，说她。这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对。毕竟1分钱1分货，你给阿姨买的那个也太便宜了吧？不是，乐乐，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老花镜其实主要作用是和放大镜差不多嘛，对吧？我这还买了10好几块钱的呢，我还没到那个2元店里给我妈买那个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的呢，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放大镜，你还用验光？我跟你说，真是无知。你别看这个小小的老花镜啊，它这里边啊还是有大大的学问的。你的意思是说，老花镜还真的需要验光？随着人体机能的老化，年龄大了之后啊，不少中老年人都不得不戴起了老花镜。老花镜成为了老年人必备的生活用品。其实老花镜的原理啊很简单，也没有太多的工艺上的需求，因此价格也相对低廉。但就是这种中老年的刚需产品，国家权威抽检中竟存在1半以上的质量不合格。据上海市质监局2018年最新公布的上海地区抽检结果显示，最新专项抽查的30项样品中有15批次不合格，其中5批次来自零售店，10批次来自批发市场。那么根据最近2年我们对老视镜产品的监督抽查合格率的一个跟踪，合格率都不是很理想。去年是合格率是44%，那么今年是50%。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眼镜产品抽查合格率来比较，老视镜产品的合格率那是整体偏低的。没想到本以为随手就能买到了老花镜，在国家的标准中竟然被判定为了不合格。这其实啊是源于多数街边的成品老花镜没有标注镜片度数与眼镜同距。那身边的老年人当中都是如何购买老花镜的呢？从外边买的花镜还没配，我都是医院配的比较好。这从眼镜店的比较专业的。想验光以后再配，根据那个眼的度数再配眼镜。也有从小店上买的，也有从眼镜等买的。没有经过你验光去弄的那个度数，它不准。戴上以后不行，非常累眼睛。还是上正规的医院里去。我都没有检查过，就是弄个100度、200度，就行了。对我来说都差不多，没什么大的区别。我估计可能正确。不验光的话，如果再买个这个盲目戴上，对眼睛不好。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进入这个老年之后呢，他的眼睛看近处可能就需要一个花镜的帮助，才能看清楚近的物体或者一些手机、报纸、读书这样的一些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它需要一个花镜的帮助。那么花镜为什么需要通过验光来配置呢？因为首先呢，如果是购置成品的这种花镜的话呢，首先它这个质量是没有保证的，因为这个镜片质量大家都知道，光线通过一个屈光介质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损失率、光线的透过率，还有它的屈光折射率这样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这个厂家标识的这种眼镜的材质是没有保证的。另一个是框镜的，它这个眼镜框的这个质量问题，它是不是佩戴的舒服，它的瞳距问题，它是不是和它的脸型比较符合。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呢，眼镜框可能出现比较松散的问题，那佩戴的时候呢，可能眼睛会出现一个滑脱的问题，那它的瞳距和轴向呢就会出现一个改变，也影响它的视觉质量。另外呢，配眼镜呢，它需要一个符合它双眼正确的合适的瞳距问题，这个每个人的瞳距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样成品生产的这种花镜呢，肯定它的瞳距不可能做到量身定制，这是影响它框镜视觉质量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这样佩戴这样的眼镜呢，会对他的眼睛造成一个视疲劳现象。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年龄增加呢，这个人的晶状体可能会出现一个老化，白内障发展这个初期，那它除了这个花眼之外，可能会存在一定散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佩戴花镜的时候呢，可要考虑到它的散光的问题。这时候呢，需要去一个量身配置，而不是去购买，因为购买的眼镜一般是不带散光的，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没想到吧，老年人脸上一副小小的眼镜，其实是对眼睛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购置不合适，隐患就会找上门。其实，据专业抽检数据表示，多数老花镜不合格的原因就是出在了瞳距上。为此，调查员也对市场上的老花镜产品进行了走访。过程中确实发现老花镜流通领域的不少商家同样忽视瞳距的重要性，甚至为了推销产品而误导消费者。瞳距多少啊？63。还有宽呢，宽点没事吧？还好，瞳距是两个眼之间的距离，它不是说这个框架的宽窄程度，是它的两个眼的光学中心的距离。因为现在成品的话，花镜的话都缺货了，卖的比较好，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按就是63就可以了。成品的话，瞳距都是63。都是统一的。对。可见成品老花镜都采用固定瞳距，然而据专家表示，瞳距误差在0.2以内就会对视力存在危害。那成品镜和验光镜的区别还有哪些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镜片的制作流程。这个圆圆的镜片就是镜片的毛坯了。模镜师会根据人眼睛的框架的状况对镜片进行扫描，然后由专业仪器进行自动打磨，最终成为我们熟悉的镜片。在这个过程中有2个重要的参数：屈光度、瞳距。屈光度就是我们近视的度数，而瞳距就是瞳孔的距离。从右眼瞳孔中心点到左眼瞳孔之间的距离就是双眼瞳距。配镜的理想状态就是光学中心点和瞳距相吻合。成品老花镜往往因为瞳距固定，因此间距大些。对于一些瞳距小的老花镜患者来说，长期佩戴容易带来不适，甚至还会加重老花。北京的张大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北京某超市购买了一副老花镜，购买时眼镜上只有度数，没有瞳距。张大爷也没在意，但眼镜买回去只使用了1天，他就开始感觉不对劲了。不是配眼镜的时候呢，又在超市买的那个看了以后效果就不行，头就比较容易晕，容易头晕头疼，视力上也不能持久。但张大爷不知道头晕头痛是什么引起的，几次出入医院做了体检排查，最终才想到问题出在了眼睛上。所以后来到医院来正式一检查呢，瞳距都不合适，所以想质量就不行，这样医生又嘱咐我重新配的。医生介绍，其实像张大爷这样存在老花眼却缺乏相关知识的人不在少数，因眼镜引起身体不适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老花镜的使用究竟有何需要注意的呢？为此，我们咨询了专家。这个花眼呢是一个生理现象，我们在医学上要称为老视现象。那么这个问题呢，它的解决办法呢，最方便的、最科学的办法呢，就是佩戴花镜。这个花镜的配置呢，它是随着年龄不同是有改变的。所以说呢，首先一个概念，它是随着年龄、时间的不断的改变，花镜度数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变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呢，不可能一副花镜永久使用，这个要是经常去做一个复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花眼呢，应该及时的去一个佩戴一个花镜，符合自己眼睛的这种一个镜子，帮助他自己视物。如果不佩戴呢，这个眼睛会长期处在一个视物模糊的状态，视疲劳会比较严重，它会影响他的生活。这个花镜呢，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来帮助眼睛的这个调节，增加近调节。也就是说呢，使眼睛往5米看远的这个焦点移到眼前。一般咱们的工作距离用眼近视力呢是33厘米，也就是说呢，一般是看近距离的时候，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花镜的佩戴，而远距离的时候，外出散步的时候，这个是不需要佩戴花镜的。也说这个花镜的佩戴时间问题要掌握好，它只是个近用的一个镜子，远用是不需要戴花镜的。最后一点呢，也是提醒一些广大的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使用放大镜来取代花镜来看近处。那么这个放大镜呢，首先呢，放大倍率不同的放大镜是不一样的，它的工作距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它使用不当的话，这个放大的它这个范围也是有限的，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呢是非常的不方便，一个是，另外呢这种不同放大倍率的放大镜呢，它对的眼睛也会引起一个成像质量不佳、成像效果不恰当的这样一个视觉疲劳的问题，长期使用对眼睛也是不利的。我的天哪，这个老花镜买不对，隐患还不小呢。对呀，其实，在很早之前啊，我们国家呢就已经发了一些关于这个老花镜的一些标准了，是有明确的这个度数与瞳距的这个要求的。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哎呀，路边上价格便宜就去买，而且老花镜不就放大镜吗？随便买都一样，还真不是啊。没错哈，以后我也得改正我这个毛病。我买东西一定要买对，你不能因为贪便宜，对不对？哎呦，我真是一定要改正，一定要改正。哎呀，其实也没有，你想想啊，你至少这个心是对的呀，给爸妈买点礼物，对不对？也是。最近又买了什么好礼物啊？哎，最近我特别想给妈妈买一双鞋。为什么呢？我妈现在身份不一般呢，那是广场舞队的队长哟，那气质，需要的鞋也不一样，我就要买那个高底儿的，硬底儿的，走起路来怎么？让它气质显露无遗。哦，你说现在很流行那个松糕鞋是吧？那底儿要硬，底儿要比那个硬。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鞋可平时拍拍照啊比较适合，但是毕竟阿姨是跳广场舞，你让她穿那么硬底的鞋，那么高底的鞋，太危险了，万一滑倒怎么办？哟，你这么一说，我没考虑这一点。那你说那什么样的鞋底防滑呀？要我说呀，你就选那种鞋底呢没那么厚，特别是没那么硬的，比较软的，比较贴脚的，因为越软的鞋底啊越防滑。真的？冬季来临，北方天气严寒，不少城市都已经历过了下雪天气，积雪堆积在路面，行人踩过之后，往往会变得非常滑，行走时往往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面上，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摔倒的情况其实频频发生。冬天雪滑，稍有不慎就会滑倒，这一摔不仅产生疼痛，严重的也会存在骨折的风险。因此，冬季选择一双防滑的好鞋成了关键。不过，鞋子有软有硬，到底哪一种才能更防滑呢？我觉着软一点的吧，可能会比较轻巧吧。软一点的更防滑吧，感觉。我觉得软一点的吧，因为硬的，我老是感觉有种。就是容易滑倒的错觉，应该是硬的吧，可能到时候抓地面积可能要大一点。我觉得软鞋底更防滑一些吧。选择都是靴子、雪地靴，或者是我现在穿的这种鞋，然后我觉得防滑不是太好。我冬天一般穿雪地靴比较多，就感觉还是雪地靴挺防滑的吧。我平时喜欢穿板鞋，然后板鞋鞋底比较硬，然后就比较滑一点。冬天买的都是运动类的鞋。然后像防滑性的话，都是要求那种能够在，比较光滑的地板上。看来对于鞋子的选择，不同人的认识也不同。不过到底哪种鞋底最防滑呢？我们的调查员也来到了一处室内滑雪场，在光滑度很高的模拟雪面上进行了一场测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生活调查员雪云。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大型的室内滑雪场，来模拟我们这个室外的滑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雪云的装扮是非常的专业，我带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护具，可以看到这个护肘，包括我头上戴的这个头盔。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非常光滑的雪面上来检测一下，是不是这个越软的鞋底它就越防滑呢？接下来我们实验开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雪云准备了3款我们常见的这个鞋子。首先呢，第一款是我们常穿的这个运动鞋，第二款呢是帆布鞋，以及我们冬天常穿的这个雪地靴。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款鞋子，这个运动鞋它的鞋底是怎样的。在我这个揉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这个运动鞋它的鞋底其实是非常好折叠的，而且摸起来非常的软，并且呢非常的轻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款这个帆布鞋。这个第二款帆布鞋呢，和第一款这个运动鞋比较起来它其实是相对而言比较硬的，但是呢还是可以比较容易折叠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3款雪地靴。
第3款这个雪地靴呢，在我们这个折叠过程当中啊，还是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易折叠。相对于这2款鞋子来说呢，它的硬度啊其实是比较硬的。接下来呢，我们将这3款鞋子呀，同时从这个滑坡上滑下去，看看哪一款鞋子滑得更远。现在呢，我们实验结果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在我用了这个相同力的情况下呀，这3款鞋子呢，它的滑行距离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运动鞋呢，它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大概呢滑行了30厘米左右，而我们的帆布鞋呢，在滑行过程当中啊，大概呢滑行了这个50厘米左右。我们这个最硬的雪地靴呢，它的滑行距离呢，大概是80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越软的鞋子，运动鞋它是越防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一下。咱们常见的这个做鞋底的材料，一般有2个要求。第一个呢，就需要耐磨，有弹性；再一个呢，就是要轻便。要想轻便的话呢，一般都使用发泡材料，比如说像这一种材料呢，磨起来很硬，这就是发泡材料的。一般说呢是聚氨酯的，这种材料是环保的，是不错的。就是它有个坏处呢，厚了以后呢就硬，所以一般在脚掌打包的地方呢就做的薄一点。如果在冬天穿的时候呢，薄的地方呢站在雪地里呢就会凉，所以说发泡材料的呢有这个好处，它保温效果好。在不需要打包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的适当的厚一点。这个材料最大的长处呢，做鞋底就是轻，这是第一类。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求呢要耐磨一些，弹性要好一些。比如说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名字叫雪地靴，一般称之为牛筋底的，说又有弹性又耐磨。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重量太大，密度很高。对老年人来说呢，这种材质的鞋底呢，就显得有点笨重了。所以呢，人们在这2者之间呢，要各取其长处的时候呢，人们做了这种鞋底。一般我们就称为多层材料复合的。这种材料复合呢是粘贴上的一层橡胶，然后再加上一层发泡材料。它底上这一部分呢是耐磨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用橡胶材料的，弹性很好，韧性很好。但这种鞋有一个缺陷呢，就是不打弯，看很僵硬。所以这种鞋要穿长了以后呢，这个脚的前后的这个摩擦的状态呢，就会明显的看到有差别。从防滑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脚踩在雪地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很硬的话，它和雪之间呢就没有那种凹凸的抓在一起的状态。所以说很硬的鞋底不能在雪地上呢踩出花纹来的。这个时候呢，又平又硬的鞋底，这个摩擦力就小，穿上就很容易滑倒。那么这个鞋底要是软一点的话呢，我们踩在雪地上呢会有凹坑。这个状态呢，走起路来呢，在雪地上呢，这摩擦力就会相对大一点。所以说，相对软一点的鞋底踩在雪地上，就是能出现脚的形状，踩下去，摩擦状态呢也要好一些。中老年人呢，就穿相对轻便一点的，一般的鞋底的特征呢，就是软一点、薄一点，这样在雪地上走呢，滑倒的可能性要小。要想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鞋底和这个雪地的这个摩擦力呢，就得是纹路深一点。比如说这样呢，摩擦力小；要这样的话，摩擦力就更大了。所以说纹路深一点，在雪地上走呢，这摩擦力会更大一些。在冬季要挑选在雪地上走的鞋的话呢，我们建议是这样的：第一，底要软一些；第二呢，纹路要深一些。还有注意纹路呢，既不是纵纹，也不是横纹，是人字形纹，或者说那种变形的波浪的人字形纹，都是不错的选择。刚才呢，通过专家的讲解啊，我们了解到这个鞋底呢，它的材质啊，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呢。果然呢，这个鞋底最软的呀，它就越防滑。那么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小点哈，就是我在刚才揉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鞋底的纹路呢，它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动鞋它的鞋底其实是一个斑点状的纹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帆布鞋。这个帆布鞋它的纹路啊，其实是这种条纹状的纹路。
看一下这个雪地靴，可以看到这个雪地靴呢，它的纹路其实是一个这种菱形状的。其实除了鞋底的材质之外，鞋底的纹路设计也是鞋子防滑性的重要名片。一双鞋子的大概功能、用途、强度等，基本上从鞋底的鞋底强度和花纹就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了。所以当你面对一双陌生鞋子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只是翻开看一下它的鞋底，上面的纹路就是它的信息，它可以告诉你它的身份。你觉得这两种鞋哪种更防滑？我感觉这种吧，因为这种的话感觉就是比较平嘛，然后这种是会多一些这种波浪还有斜线这种，给人一种比较稳定一些的感觉吧。这个吧。为什么呢？因为它看起来纹儿比较多，看起来这个像圆柱的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滑，然后这个有棱角一些，就看起来更防滑一些。我觉得像那种波浪的更防滑一些吧。这一只吧，这种。因为像我个人的话，更喜欢偏向运动一些。我觉得这种波纹式的可能让我在些运动类的地板上啊，可能会更防滑一点。对于鞋底花纹来说，大家多数选择了沟渠身的波浪形。究竟大家的选择是否正确呢？不妨我们先了解一下最顺滑的鞋子究竟什么。鞋底有花纹呢，就像我们的手上有指纹一样，其主要目的呢就是增加它的摩擦的。像这种鞋呢，鞋底呢基本是平的，看不到有很明显的深的那些纹路，所以这样的鞋呢，在雪地上走的时候呢，就容易滑倒。所以说不建议呢在冬季下雪或有冰的时候穿这种鞋。而这种鞋呢，鞋底上的花纹呢，如果是单纯的横纹，只是这个方向的单纯的横纹，那么这个方向的摩擦力大，但是这个方向摩擦力就小，所以踩在上面呢前后没有问题，但是左右容易侧滑。要换上纵纹的鞋呢，那么纵向的时候摩擦小，左右的时候摩擦大，所以这个方向就容易滑倒。因此呢，最好的纹路呢是这个交叉的，也叫 X 型的，或者说呢就做成了人形的，就像汽车轮胎那个样。像这个呢设计的呢就是两个方向都有，因此呢它这个方向呢为主，摩擦力大；这个方向呢也有这种波浪结构的，相当于一种变形的人形纹。因此穿这样的鞋在雪地上走的时候呢，就既不容易前后滑倒，也不容易左右滑倒。啊，原来这个鞋底越软越防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没错，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啊，平时呢在买鞋的时候呢，一定要观察它的这个鞋底儿到底软不软啊，到底贴不贴脚啊，毕竟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嘛。没错哈，美观和实用才是好鞋子的标准。没错。好了，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另外两个话题。首先第一个话题啊，乐乐说了。咳嗽吃鸡，华佗难医，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然了，这个咱们要看咳嗽的程度。没错，如果说您真的有痰，那么建议大家真的要忌口吃鸡了。如果说没有痰，感觉还蛮通顺的，那可以吃点有营养的鸡肉啊。那第二个话题呢，说的是老花镜也需要配度数，验化之后再来配老花镜，这个说法呢也是正确的。对，千万不要觉得老花镜就是看不清楚，放大就可以了。其实每个人这个老花镜看不清楚也是有度数的啊，还是要通过专业的去检测之后，看看是什么度数，去配相匹配的老花镜，这样的话对我们视力也是有保障的哟。好，今天我们的生活大调查就到这里啦。